你最近忙吗？今天很忙，但整体还不错。我上午完成了一些工作，下午开了2个会，傍晚还去运动了一会儿。现在身体有些累，心情却很轻松。听起来你今天做了不少事情。是的，不过你今天看起来比我更疲惫，昨晚没有休息好吗？我昨晚很晚才睡，本来只想看一集电视剧，后来又看了一集。那么你昨晚是不是浪费了很多时间？我还不能马上回答这个问题。那部电视剧很好看，我看的时候也很开心。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就算是在浪费时间吗？这确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。很多人一说到浪费时间，就想到看手机、看电视剧或者玩游戏。但是如果我们一直工作和学习，从来不娱乐也不休息，生活可能会变得更糟。所以今天我们不只讨论怎样少看手机，我们还要讨论一个更重要的问题：什么才是真正的浪费时间？我们也会介绍5种方法，帮助你更有意识地安排学习、娱乐和休息。节目后半部分还有8个实用词语，以及4个今天就能开始的小行动。我们先从浪费时间这个说法开始，用最简单的话解释浪费时间是什么意思。如果一段时间没有帮助你学习或成长，也没有让你真正快乐、放松或者恢复精力，那么这段时间就可能被浪费了。也就是说，判断的标准不是这件事严不严肃。娱乐可以有价值，休息也可以有价值。对，真正需要注意的是，这件事是不是你经过思考后主动选择的？结束以后，你有什么感受？比如，我决定看一部电影，电影结束以后，我觉得很开心，也得到了休息。这不一定是浪费时间。可是我有时只是想看一个短视频，40分钟以后，我还在不停地看，却完全想不起刚才看了什么。这时候我通常会想，我为什么又花了这么长时间？这种后悔就是一个重要的信号。你原来没有决定看40分钟，只是在不知不觉中被下一个视频带走了。时间有一点像一瓶水，一瓶水只有这么多，喝完以后就没有了。如果你把水倒在地上，需要喝水的时候就不能再拿回来。一天的时间也是这样。我们当然不需要把每1分钟都用来学习，不过我们需要知道自己的时间去了哪里。说到这里，我想起一次很失败的休息。那天下午，我在电脑前工作了很久，觉得有些累。我对自己说，先休息10分钟，然后继续工作。10分钟以后，你回到电脑前了吗？没有，我坐在沙发上，拿起手机，先看了一个有趣的视频。看完以后，我又想再看一个，就停下来。第2个视频看完以后，你是不是又继续看了？是的，等我再次看时间时，已经过去了1小时15分钟。我没有觉得更轻松，反而觉得脑子里很乱，身体也更累。想到没有按计划继续工作，我还有些内疚，心里也觉得很空。那次经历最值得注意的地方，不是你看了第1个视频，真正的问题是，后面的1小时里，你已经不是在主动选择要看什么。对，如果我一开始就决定看20分钟节目，然后关掉手机，我可能会真正得到休息。可是那一次，我刷视频的时间不知不觉越来越长。这就是今天第1个重要词语：有意识的。有意识的做一件事儿，就是你知道自己为什么这样做，也知道自己准备做多久。例如，我有意识地休息20分钟，这是我的决定，不是手机替我做出的决定。理解了这个区别以后，我们来看第1种方法，制定一个很小很清楚的计划。很多人会说，我要提高中文，这个目标听起来很好，但是到了晚上，他还是不知道应该先做什么。这就像你打开地图，却只说我要去一个好地方，地图不知道应该带你去哪里，只有输入清楚的地址，你才能开始走。提高中文就像去一个好地方，它太模糊了。你可以把它改成今天学习3个生词，或者晚饭后听10分钟中文播客，也可以说睡觉前读一页中文故事。
这些计划都不大，但是时间和任务比较清楚。你开始以前不需要再花力气决定做什么。我以前为自己制定过一个很大的外语学习计划，我要求自己每天学习1小时。刚开始的2天我还能完成，到了第3天，我想到整整1小时就不想开始了。那你后来怎么办了？我把1小时改成了10分钟，我只要求自己先学习10分钟，学完以后可以继续，也可以停下来。10分钟真的有用吗？对我来说很有用，因为10分钟并不可怕，我更容易坐下来开始学习。有时学了10分钟以后，我还愿意再学一会儿。即使只学习10分钟，我也知道自己遵守了当天的计划。小计划的价值不只是让当天的学习任务更容易完成，它还减少了开始以前的犹豫和压力。如果你常说自己没有时间，可以先试着回答3个问题：你准备在什么时候学习？你准备学习什么？你准备学习几分钟？不过，有些人的生活确实很忙，工作和家庭占用了大部分时间，他们很难找到完整的1小时。这就要用到第二种方法，发现零碎时间。什么是零碎时间？它是一天里比较短、比较分散的时间，例如等公交车的5分钟，午饭后的10分钟，或者睡觉前的7分钟。零碎时间像口袋里的小面值硬币，一枚硬币看起来不多，但是很多枚放在一起也能买到需要的东西。我有一位朋友，他有全职工作，还要照顾2个孩子，他很少能找到完整的1小时来学习中文。如果一直等待一个完全空闲的晚上，他可能永远都不能开始。那么他是怎样学习的？走去公交车站的时候，他听5分钟对话；午饭以后，他复习10分钟生词；孩子睡觉以后，他再读7分钟短文。这些时间听起来都很短。是的，但是他坚持了几个月的嘛。后来他能听懂更多内容，说话时也更有信心。每天的一小段时间，没有让他马上说得非常流利，却帮助他一直向前走。听节目的人也可以留意自己有哪些零碎时间。坐车时可以听一句中文，洗碗时可以跟读几句话，等咖啡时可以复习2个词。不过，我们需要说明一个边界，你不必利用每一段等待时间学习，有时看看窗外，安静的休息几分钟，也完全没有问题。零碎时间是一种可以选择的机会，并不是要给一天增加许多新任务。现在我们已经找到了可以学习的时间，可是如果学习过程一直很痛苦，人还是很难坚持。所以，第3种方法是让学习变得有趣。学习不一定让人感觉像是在受罚，也可以像参加一个自己喜欢的游戏。你平时会用什么有趣的方法学中文？我喜欢用中文歌曲学习，我会先把这首歌听一遍，再看歌词。遇到不认识的词，我会把它圈出来，了解意思以后再跟着唱。这样既能练习发音，也能记住包含这些词语的句子。更重要的是，我本来就喜欢那首歌。练习的时候，我不会一直想着我必须学习，我只是想听懂更多内容，也想唱得更自然。我更喜欢看短剧。刚开始时，我会先看用自己熟悉的语言写的字幕，了解故事。第二次再换成中文字幕，注意演员说了哪些词。看过几次以后，有些台词即使不看字幕也能听懂。那么看短剧也可以同时是娱乐和学习。是的，如果一部短剧让你真正开心，同时帮助你接触中文，它就不应该简单的被叫做浪费时间。不过，有趣的内容也有一个问题，看完一集以后，我们很容易继续看下一节。这就把我们带到第4种方法，保护自己的注意力，防止时间小偷出现。时间小偷并不是真的小偷，这个说法用来形容一些事情，他们会在不知不觉中拿走我们的时间。你最近遇到过这样的时间小偷吗？遇到过。有一天晚上，我只想查看一条朋友发来的消息，回复消息以后，我看到一个有趣的视频，就点开看了。接下来呢，平台是不是又给你推荐了新的内容？对，
我接着看了评论，又从评论区点开了一条新闻。1个小时以后，我知道了很多并不重要的信息，却没有完成原来准备做的事情。你当时是什么感觉？我觉得脑子里很乱，好像各种声音一直没有停下来。我不但没有休息好，心情也变得有些低落。我们不需要因此讨厌手机，手机可以帮助我们联系朋友、查资料和学习中文。真正需要改变的是使用手机的方式。我后来给自己制定了3个简单的规则。需要专心时，我把手机放在另一个房间。我先完成当天的小计划，然后再看社交媒体。有重要任务时，我会把通知关掉1个小时。把手机放远，有一点像工作以前先关上门。你不是永远拒绝门外的人，只是告诉他们这1小时请不要打扰我。这个方法比一直要求自己更有自制力具体得多。看不到下一个推荐视频时，我们更容易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选择的事情上。说到这里，有些听众可能开始紧张了。制定计划，使用零碎时间，保护注意力，是不是表示每1分钟都要工作或学习？当然不是。第5种方法正好相反，给自己真正的休息。为什么休息也能帮助我们把时间用好？人的身体和头脑都需要恢复。手机电池只剩1%时，很多功能都不能正常使用。人非常疲惫时，继续工作也可能花更多时间，结果却更差。我有过一次这样的经历。有一天晚上，我必须完成一个项目，但当时已经非常累了。我在电脑前坐了2个小时，写出来的内容还是很混乱。你后来继续工作了吗？没有，我决定先去睡觉，第2天早上再处理。睡醒以后，我只用了半小时就把前一晚的问题改好了。这个对比说明，先睡一晚没有耽误工作。相反，休息让你第2天那半小时的工作更有效率。所以，主动休息也是一种投入。恢复精力以后，我们的思路会更清楚，学习和工作也会更有效率。现在我们也可以回答开场的问题了。我昨晚看电视剧不一定是在浪费时间，但是我没有提前决定看多久，结果睡得太晚，今天一直很疲惫。电视剧带来的快乐是真实的，睡眠不足带来的影响也是真实的。下次你可以先决定看1集，或者定好什么时候停止。这样我仍然可以享受电视剧，也可以保护第2天的精力。把时间用好，不是只选择工作，放弃娱乐。更好的状态是在工作、学习、娱乐和休息之间找到平衡。前面出现了不少重要词语，接下来我们整理其中8个词，不只解释意思，也看看这些词在什么情况下使用。第一个词是有意识的，它表示一个人清楚地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，以及为什么这样做。这里的重点不只是知道，还包括自己决定做什么、为什么做，以及准备做多久。例如，我今晚会有意识地休息半小时，不在休息时处理工作消息。第2个词是模糊，模糊表示不够清楚，也不够具体。例如，多学一点中文比较模糊，因为它没有说明学习内容和时间。如果改成晚饭后复习3个生词，这个计划就具体得多。第3个词是零碎时间，它是一天里短而分散的时间。这种时间常常只有几分钟，例如等车、坐地铁或者排队的时间。例如，我会利用坐公交车的零碎时间听一段中文对话。零碎时间适合复习生词或听短对话，需要集中思考的任务更适合在一段完整的时间里完成。第4个词是分心，分心表示注意力从正在做的事情转到了别的事情上。主动停下来休息不叫分心，因为那是自己做出的选择。如果我本来准备学习，却因为手机通知开始看别的内容，这就是分心。第5个词是时间小偷，它是一个比喻，指那些在我们没有注意时拿走很多时间的事情。手机和短视频本身不一定是时间小偷。如果我们本来只想看10分钟，却在没有注意的情况下看了1小时，
他们才可能成为时间小偷。第6个词是投入。投入可以表示把时间、精力或金钱用在一件有价值的事情上。这个词通常强调我们愿意为一件重要的事情付出这些时间、精力或金钱。例如，每天投入10分钟练习发音，几个月以后也会看到变化。投入以后不一定马上看到结果，但持续投入少量时间也可能带来明显的变化。第7个词是日常习惯，它表示我们在平常生活中经常做的事情。要形成日常习惯，不一定要做很大的改变，重要的是经常重复，而且比较稳定。例如，晚饭后听中文播客已经成为我的日常习惯。当一件事成为日常习惯以后，我们通常会更容易开始做这件事。第8个词是平衡。平衡表示几个方面都得到适当的安排，没有一个方面占用全部时间。平衡并不表示每件事都要得到完全相同的时间。例如，我希望在工作、学习和休息之间保持平衡。有些日子工作需要较多时间，有些日子可以多安排学习和休息。生活中的平衡也会随实际情况改变。如果这8个词比较多，不需要一次全部记住，你可以先选择一个最符合自己情况的词，再用它说一句话。最后，我们把今天的内容变成4个可以马上开始的行动。第一个行动是写下一个很小的目标，不要只写提高中文，可以写今天复习3个生词。第2个行动是决定什么时候完成，你可以选择坐公交车时、午饭以后或者睡觉以前。第3个行动是选择一种自己喜欢的方式，可以听一首歌，看一小段短剧，也可以重新听一段熟悉的对话。第4个行动是完成小目标以后，对自己说一句友善的话，例如，今天这10分钟我用得很好。这句话听起来很简单，为什么也很重要？因为很多人在没有完成计划时，会一直责备自己。可是责备不一定能帮助我们开始下一次行动。肯定自己已经完成了一个小目标，能帮助我们继续行动，并逐渐形成日常习惯。我们应该做自己的教练，而不是一直做自己的敌人。今天介绍了5种把时间用好的方法。制定一个小而清楚的计划，发现可以选择的零碎时间，用有趣的方式学习，保护自己的注意力，并给身体和头脑真正的休息。你不需要同时做到全部5点，也不需要完美的安排每1分钟。只要今天比昨天多做一次有意识的选择，就是一个有价值的开始。节目结束以前，请你想一想2个问题：哪一件事最容易在不知不觉中拿走你的时间？听完这一集，你今天准备做哪一个小改变？欢迎你在评论里用中文写下答案。如果这期节目对你有帮助，也欢迎点赞、订阅并分享给正在学习中文的朋友。感谢你和我们一起学习，希望你能把时间留给真正重要的事情，也为自己保留快乐和休息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次见。我们下次见。情绪，那是自由的旋律，带着微笑的一曲，我们要去，就从这里出发，寻找好天气，写下一首轻快的舞曲，不需要什么言语，只要这节奏在继续。哒啦哒啦的呼吸，这感觉多么清晰。哒啦哒啦的距离，这种轻松没法比，让世界都